同学们好，这节课我们学习《中国功夫之近身实战》第8讲锁喉叠牛。前面的7讲我们学习了解脱技术类和反关节擒拿类动作共7次的攻防练习。从这一讲开始，我们学习第3类近身快摔技术，共3讲。摔法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作品之中，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近身格斗技法。在文艺作品中，往往还把它称作战衣18跌，意指一旦近身接触，就可使对方摔倒跌地。其实指的就是快摔方法。快摔的原理也不外乎是利用杠杆原理、反关节压制与引导等，使对方的身体失去平衡或者翻转而跌倒。通过今天我们所学的这种方法，同学们可以初步体验摔法的奇妙作用。请看视频。首先，我们假设对方出右手抓拿我方，我方迅速地调整右脚位置，右手格挡并刁拿对方的手腕。此时，左脚上步半侧身面对对方，用左掌向前推挡对方的肘关节，右手控制住对方手腕，左右手在对方手腕与肘关节之间形成一个杠杆，迫使对方的身体发生偏转，把后背朝向我方。同学们请注意，在摔倒对方之前，我们不仅破解了对方的抓拿姿势，同时还巧妙地使对方把后背这一空当露了出来，我方把握了主动。接着我方左脚迅速向对方身后上步，右脚随之跟上，左手勾挂于对方的左肩，右臂以锁喉之态抱拥对方的颈部，形成锁喉之势。身体强壮的同学可以在此时完成锁喉的擒拿，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在擒拿。无论身体强壮与否或高低的不同，此时皆可趁对方惊惧与失去平衡之机，双膝略蹲，右手向右回抹，左右手分别拿住对方的肩部，随身体下蹲之势向下向后拉摔对方。在对方后倒之时，右脚迅速后撤，闪出空间，使对方后倒跌地。请大家注意，如果方法与用力得当，对方会倒地无疑的同时，后头部还有可能猛烈的磕碰地面，这是摔法的另一个特征。利用对方身体跌落的惯性，借助地面形成冲撞的破坏力，形成有效的2次打击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在我们的摔法练习当中，还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使练习有效存在的。第一，需进行垫上练习或在柔软的草地、沙地上进行练习，需具备有效缓冲的练习条件。第二，倒地保护动作的把握，请看视频。首先，下蹲降低身体重心，请同学们注意身体的折叠，就可以很好的降低重心，同时还可保持身体的稳定。需要注意踝、膝、腕、腰等部位的屈曲。此动可浓缩一个蹲字诀。其次，臀部坐于地面，请注意下蹲时要抬起后脚跟儿，坐下时一定要将臀部坐于离脚后跟儿尽可能近的地方，同时保持上体前屈，双手抱于腹前。
若远离脚后跟坐下，则会对臀部、尾椎以及头部形成较强的冲击力。此动重点在一个坐字诀。最后，为了避免身体向后翻转，还需伸展身体以制动。具体做法是：双腿并拢，迅速向前上方离地约60度的方位绷脚尖伸出，上体保持前屈状态，目视肚脐或双脚尖，切勿看天花板或后上方，以免后头部磕碰地面。与此同时，由臀部至后背部以滚动姿势依次接触地面，臀部随双脚前伸而离开地面。双手可仍然抱于腹前，或双手前臂与身体呈35度夹角方位拍击地面，以增大接触地面的面积，减小冲击力。如果在脚印的地面，则可以不拍击。此动重在一个伸字诀。如何安全倒地，是摔法练习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，请同学们一定要首先把握，注意蹲、坐、伸的顺序以及要点，切记倒地时用手后撑。练习中一定要有效地保护手臂、尾椎，特别是后头部。以上是第2个条件。练习摔法的第3个条件是，要注意体验并区分对敌之心与练习之心的差异，要在同学和朋友身上安全的体验，并在此基础上做好若遇危机的技术与心理准备。这一讲就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学习上惊下跌，欢迎大家选听。同学们，再见。